7年如初的开篇，当巧合开始被命名。7年前，一段银幕缘分把赵丽颖与林更新并肩带到大众面前。那时的他们，一个清澈明亮，一个冷冽克制，在故事里对望，也在镜头外留下了难以复制的化学反应。多年过去，工作与生活的轨迹早已各自延展，却总有一些细碎的时刻，像暗流在地底相互招呼。当这些看似无关的巧合不断出现，人们开始为它取名同步密码。它不是明目张胆的宣誓，更像是彼此在远处递来的眼神，短暂克制，却足以在心里泛起涟漪。8月夜色下的双重开场，一句文案，两种心境。8月12日夜，赵丽颖工作室发布氛围写真，琥珀光影在水波间晕染，词句温柔，像把日常的疲惫浸入一盏温水里。几个小时后，林更新的页面出现黑白氛围照，黑白轮廓在阴暗里舒展，两句皆独立成诗，却在细读之处悄悄相扣，间晕的谐音指向心，阴展的拼接又能读出影。文学与字音的偶遇，为这场夜色里的双重开场增添了隐藏的线索，互不点名，却彼此抵达。这是偶然的巧合，还是从容的对话？问题本身已足够迷人。光影的对位，从左右明暗到一个 X。文案之外，画面的构图更像一场默契排布。赵丽颖的照片左明右暗，林更新的画面左暗右亮。若把两张图叠合，恰似在夜里画出一个纤细的 X。X 可以是未知，是交叉，是相遇的站位，也可能只是摄影师的偏好与光线的偶然。然而，当这份对位被看见、被命名，它便拥有了故事。你在光里，我在影中，彼此成为对方画面里不可或缺的另一半。这不是我和你的直白，而是光与影的暧昧，没有谁主谁次，只有互为补足。9宫格的留白，由空缺拼出的 Y。 更早几天，赵丽颖的9宫格右下角留白，林更新的9宫格左上角空缺，两个缺口在好事者的拼图里恰好合成一个 Y。XY 的并置，像从数学里取走了两个最简单的符号，又把它们赋予了情感的重量。有人说是姓名缩写，有人说是未知信号，还有人笑称心意成直线。星号当留白被理解为邀请，观众自然会走近，试着把空缺补成答案。星号答案或许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大家一起动手的那份投入。日常里的同步，早餐与下午茶的镜像。社交平台之外，生活的剪影更耐人寻味。赵丽颖晒出浅木桌布与奶白马克杯，光在杯沿落下暖晕。隔日，林更新的一张下午茶照出现了近似的桌布与杯型，连光线角度都像镜像。更巧的是，两人曾被拍到同系列不同色的手机壳，他选雾霾蓝，他偏烟灰色。这不是刻意同款的高调，而像习惯里生出的撞色与呼应。你不强调，我不解释，但默契在物件与光影间自己长大。7年的延伸，从镜头化学到日常体温。初次合作的余温并未散去，它被一次次同步延展成更长的弧线。老粉叹息，这种默契不是1天2天的事，它像从戏里一路走到生活里。相关话题迅速升温，人们把宿命感这3个字贴上去，并非要宣告什么结果，而是要描述一种持久的感受。星号时间没有把两个人从彼此的坐标里抹去，反而让距离变成看风景的尺度。星号，你在那端，我在这端，风吹过来，温度仍可感知。理性与浪漫，两派观点的针尖与麦芒。当然，浪漫从来都不会一统江湖。理性派轻轻一笑，同款桌布与杯子，在一个审美相近的行业并不稀奇。有人更直白，若真有故事，早被镜头捕捉。而支持者则罗列细节，时间的接力，文案的谐音，光影的对位，9宫格的留白，太多次了，很难只用巧合解释。星号当证据与反证交锋，热度便有了燃料，讨论也才有了层次。星号浪漫需要想象，理性需要证据，而公众话题恰在两者之间摇摆前行。幕后推手的可能，互动式的可控巧合。在专业的目光里，这些同步也可能是一次精心设计的互动式传播。
相互呼应的文案，隔空对位的构图，相近的日常物件，它们像串珠一样，既不露痕迹，又能贯穿呈现。对于各自有新作的演员而言，这样的双向呼应既能增加关注，又避免负面猜测，可谓稳健。业内常见的做法是，重要内容发布前彼此知会，形成可控巧合。当巧合可被复现，它就不再只属于偶然，而成为一种技术与审美的选择。灰色地带的魅力，不确定性为何更动人？人类对确定答案的渴望与对未知的迷恋并行不悖。当一件事既像真又像假，它就占据了叙事里最迷人的灰色地带。灰度带来参与感，你可以站在任何一侧，也可以在中间左右摇摆，你可以诉诸逻辑，也可以投票给心动。正是这种不必确定，让每一次解读都带着私密的满足，答案不在他们那里，而在我们自己心里。我们参与，便拥有。粉丝的二创狂欢，当受众成为共同作者，热度一旦点燃，二创就是最蓬勃的火舌。有人比对2张照片的光影角度，有人剪辑早餐与下午茶的合成视频，有人画下 XY 符号的告白插画。UGC 用户创作，把巧合变成了共同完成的作品，原本1天的热度被延长成1周，甚至更久。更重要的是，二创把围观转化为共写，受众不再只是读者，而是共同作者。当越来越多的手把故事推向前，故事便拥有了超出本人意愿的生命力。情绪共振，当记忆与当下相互点亮，真正留在心里的不是真相，而是共振。有人回忆起当年荧幕里的初见与悸动，有人感叹罕见的体面互动，还有人沉浸于猜测的乐趣本身。当回忆与当下彼此点亮，真假便不再是唯一的评价尺。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可被复述的温度，它让疲惫的日子里多了一点光，让拥挤的时间里多了一点停留。哪怕只是10秒的驻足，也足以被称为值得。未来的巧合，持续的悬念与开放的终点，这样的同步还会继续吗？没有人能给出时间表。也许会在节日的烟火里再度并轨，也许在某个无人注意的午后悄然出现，也许此刻就是尾声。开放性的终点恰恰是最好看的悬念，它允许希望，也包容告别，它既鼓励再一次的相遇，也不惧各自的远行。对在意的人来说，每一次相似的细节都是心里的彩蛋，值得悄悄收好。圈内外的多项互动，角色不断切换的游戏。在这场隐形的互动里，每个人都在扮演角色，艺人、团队、粉丝、路人，甚至媒体。有人负责制造伏笔，有人负责解码阐释，有人来回切换，时而造梗，时而止损。多项叙事的魅力在于，它不是单线推进，而是网状蔓延。任何一个节点的声音，都可能成为下一波涌起的引子。我们常把娱乐称作工业，却别忘了，它首先是一门关于情绪与共识的手艺，把陌生人短暂连结，让彼此在一个话题下呼吸同一口气。从巧合到暗示，回到日常的温柔。或许这一切只是巧合，或许他们背后真有心照不宣的默契。与其急着问答案是什么，不如轻声问自己，星号，在信息滚滚的时代，什么还能让你停下来多看2眼？星号，也许是光影里的一句诗，也许是杯沿上那圈光晕，也许是拼图完成时心口一紧的悸动。我们每天奔忙，情绪像沙粒一样在时间里被磨钝，而这类细腻的呼应会提醒我们，原来温柔仍在，并且就藏在生活可触的细节里。方法论的回声，被看见的叙事如何成立？当一个巧合被提出，它就从偶发事件转化为可讨论的文本。文本需要证据，也需要想象，需要反驳，更需要延展。叙事的成立并非因为真相已被握住，而是因为足够多的人愿意参与、补写、复述。在这一层意义上，同步密码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它是否真实存在，而在于它促成了一个轻盈的公共场，人们在其中练习表达、分享感受、交换立场，最终各自把故事带回自己的生活里。观众的主权，把他们的故事活成我们的。当你在光影里看见自己的影子，那一刻，故事已经不再只属于他们。我们把他人的浪漫做
做成自己的情绪补给，在疲惫时想起一句文案，在犹疑时记起一次对位，在需要勇气时看看那块被留白的角落。也许你会对生活更温柔一点，对身边的人更耐心一点，也许你会对自己多一点喜欢，把日常过得更加有光。被故事浸润的日常，便是故事最完整的落点。回望与前行，让同步继续在心里发生。如果说7年的时间证明了什么，那一定是时间的温柔。它不会呼喊，但它会留存；它不做宣判，却总在悄悄回答。那些被命名为同步的瞬间，也许只是星火，可当我们愿意为它停留，为它命名，为它讨论，星火就能成为灯盏。不必执着于结果，专心喜欢那个你在光里看见，在影里记起的瞬间。因为此刻的心动，已经是最珍贵的答案。感谢与互动，谢谢你读到这里。关于同步密码，你更愿意把它理解为命运的招手，还是团队的巧思？你更相信巧合，还是偏爱默契？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版本，可以是一次让你心动的细节，可以是对文案与光影的解码，也可以是你对灰色地带的看法。如果这篇故事给了你一点点温度或灵感，别忘了订阅并把它分享给同样热爱故事的朋友。我们会持续带来值得收藏、值得细品的内容，和你一起在日常的缝隙里寻找那些让人微笑的瞬间。